叶童，我待你如挚爱，你为何要杀我？他为何要杀我？他的心怎么可以那么狠？还是说女人的心都如此的狠？追儿，你又做噩梦了。或许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追儿在3天前就病死了。若是告诉他真相，他未必承受得住这个噩耗的打击。娘亲，不用为我担心，只是一个梦而已。已经3天晚上了，你总是被噩梦吓醒，每次都叫叶童的名字，他到底是谁啊？没什么，娘亲，你听错了。今后千万不要再直呼叶童2字，哪怕是在梦中也不行，那可是女皇的名讳，直呼女皇名讳是大不敬，一旦被有心人听到，会被处死的。绝对不会了，今后，我将是他的噩梦。唉，你们干什么？这里可是御书宫，谁给你们的胆子，敢随意乱闯进来？嘿，八王子殿下，这里可是御书宫，就算你是王子，也不能乱闯吧？王后有令，云妃娘娘和九弟的寝宫改到紫夷偏殿，今后御书宫的主人便是本王子的生母萧妃娘娘。王后这么快就要赶我们母子离开御书宫了吗？好吧，明天我便和晨儿搬去偏殿。对不起，娘亲说了，她今晚就想入住御书宫，请云妃娘娘现在就搬去偏殿。八王子殿下，你也知道你九弟体弱多病，夜已深了，天气寒冷，万一……云妃娘娘，这世上可怜的人多得去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可怜。既然九弟体弱多病，那还活在世上干什么？不用求他们，我们现在就搬走。晨儿，你怎么下床了？外面的天气寒冷，还不快回去？娘亲，我们不需要求任何人，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回到这里。追儿，你快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去参加祭祀大典。娘亲放心，我明天肯定能够开启神武印记。这一具肉身太弱小了，只有修炼武道，才能让身体逐渐强壮起来。800年过去了，张阿坠也不知自己现在能去哪里。既然上天安排他重生在这一具身体里面，无论是为了将来向叶童复仇，还是为了那一位无微不至照顾自己的娘亲，他都必须要强大起来。只要让我开启了神武印记，我就能修炼9天明地经。以9天明地经的玄妙，就算我已经错过最佳修炼年纪，依旧有可能追上别的天才，重新成为一名武道强者。狠狠，九弟，你都16岁了，就算参加祭祀大典，也不可能获得神武印记，何必来丢人现眼？都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父王何等英雄的人物，却生出你这个废物。16岁了，连神武印记都没有开启，王族的脸都被你丢尽，你活在这世上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死呢？张阿坠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并不理会5王子和8王子。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任何的口舌之争只会让别人更加的看轻你。祭祀大典开始。开启了，张阿坠兴奋无比，终于开启神武印记。追儿，你终于做到了，做到了！恭喜云妃娘娘，恭喜9王子殿下开启神武印记。王后让老奴来请9王子殿下过去，他要亲自检测9王子殿下开启的神武印记的品级。大王在生死殿闭关修炼，这一次祭祀大典是由本后主持。国师，检测出9王子殿下开启的神武印记的品级了吗？神武印记全册上面记载了昆仑界有史以来所有出现过的武道印记的图案，从1品武道印记到9品武道印记，全都记录在册。可是却没有一个印记与9王子殿下的神武印记相符。既然检测不出结果，估计就是没有品级的神武印记。在别的郡国也出现过一些开启未知神武印记的武者，最终成就都十分有限。王后娘娘说的没错，九弟毕竟已经16岁，错过了最佳修炼年纪，对他来说，就算开启4品神武印记、5品神武印记，也不会有什么成就了。既然9王子开启的只是没有品级的神武印记，而且又已经16岁，为了尽量节约王族的修炼资源，就只给9王子一份洗髓液吧。王后娘娘，开启神武印记的第1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当年7王子开启神武印记之后，一共得到12份洗髓液，每个月都能洗髓一次。追儿为何只能得到1份洗髓液？七哥可是王后娘娘的嫡子，继承了王后娘娘的强大血脉，拥有7品神武印记。整个云武郡国，谁人可以和七哥相比？将来云武郡国能不能更加兴盛、更加强大，全都系在七哥一人身上。本王子说一句不爱听的话，七哥的一根手指头也比九弟的性命重要10倍、100倍，根本没有可比性。可是8王子开启神武印记的时候，也得到了4份洗髓液。天赋越高，得到的资源越多。9王子的天赋最低，得到的资源自然越少。可是本后已经做出决定，云妃，你若再敢多说一句，信不信本后让人将你再次拖出去杖责？娘亲，我们回去了吧。3个月之后，
就是王族的岁末考核，九王子可一定要努力修炼，争取在3个月之内完成洗髓冲脉，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到时候大王也会出关，希望你能够带给他惊喜。武道修炼分为黄、玄、地、天4大境界，即黄极境、玄极境、德极境、天极境。每个大境界分为7个小境界，分为是初期、中期、后期、小极位、中极位、大极位、大圆满，4大7小。一声巨响从体内传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差一点将张阿追震得晕厥过去。那一股疼痛感消失之后，只感觉一股冰凉的气流在经脉中流动，疼痛感渐渐消失，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爽传遍全身。3个月之内，必须修炼到黄极境后期，就算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那一位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娘亲，为她争取到属于她的尊严。修炼了9个周天，居然才增加了这么一点真气，太慢了。若是能够得到一枚灵晶就好，我的修炼速度还能再提升1倍。张阿坠的心头一动，立即将那一枚一直佩戴在身上的白色枣核形的晶石取出来，拨在手掌心。这会不会是一块灵晶？怎么会这样？我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这里又是哪里？咦，那里有一座石台。银色铁书的表面书写着4个字：时空秘典。时空秘典的第1页上面记载的是时空经石上一代主人须弥圣僧的笔录。张阿坠将须弥圣僧的笔录看完之后，终于明白了所有事。在里面修炼3天，外面才过去1天，岂不是比别人凭空多出3倍的修炼时间？真是太好了。张阿坠想要翻阅时空秘典的第2页，但是无论他使用任何办法，却都无法将第2页翻开。心中猜测，画卷中肯定记录了某种神秘的功法，说不定就与修炼时间和空间有关。张阿坠的腹中传来一股饥饿感，便立即从时空经石的内空间暂时退出去，再次回到他的房间。追儿，你现在已经开启神武印记，不能再吃普通的食物。这10枚血丹你先收下，若是不够，娘亲再想别的办法。娘亲，5枚银币才能买到1枚血丹，10枚血丹就是50枚银币，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娘娘是将最喜爱的步摇金钗卖了，才去丹室兑换了10枚血丹。娘亲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修炼成为一名强者，用我自己的力量来保护你。张阿坠的目光中带着一股锋锐，一脸坚定的道。他拿着血丹返回自己的房间，继续卖力修炼。娘娘，据说武者不仅仅只是要服用血丹，而且还要修炼功法，必须拥有修炼功法才能开辟出经脉。我知道，但是哪怕是最低品级的功法，也要卖500枚银币以上。以我现在的财力，根本买不起。而且现在是王后和国师在主持朝政，王后根本不可能让追儿去藏书店领取修炼功法和武技。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娘娘要去求林家人，可是3年前娘娘已经和林家彻底闹翻，他们会给9王子殿下修炼功法。只要他们愿意给追儿修炼功法，就算要我跪在地上认错，我也一样可以跪的。可是当初明明不是娘娘的错。龙象般若掌，一种有13招掌印，属于王级下品的武器。前几掌只能算是低等武器，因为至刚至阳，极难修炼。能够修炼到第7掌的人都少之又少。若是能够将龙象般若掌修炼，就算和人境武技相比，也相差不多。张阿坠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一套玄妙的掌法，在他记忆中的武技秘典里面足以排进前3，正好适合他现在修炼。在时空经石的内空间中，一连修炼了9天，终于将龙象般若掌的第1掌蛮象石的修炼成功。也不知以我现在的修为，施展出龙象般若掌的第1掌，力量有多强？相差不多。9王子，娘娘正四处找你，你在这里干什么？赶快跟我去见娘娘，今天我们要出宫。出宫？去哪里？去见宁山啊，很久没见到他了，你肯定很高兴吧？走吧。9王子乃是郡王府的后代子孙，就算开启了神武印记，也该去郡王府的藏书阁挑选修炼功法。云妃娘娘为何要来林家索要修炼功法？不是索要，是我请求大兄看在追儿是你的经脉上的情分上，能够给他一卷修炼的功法。现在知道来求我这个兄长了，现在来跟我讲情分。3年前我去郡王府求你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看在陈玉是你的亲脉上的情分上救他？你明知道陈玉是我的嫡子，更是林家100年难出的一位绝世天才，只要你去求郡王，总能将他保住，但是你却没有。3年前，你走吧，林家和你早就已经恩断义绝，今后也不要再回来了。云妃娘娘，大哥，你就如此绝情吗？我要见爹。爹去了天魔岭，3个月之后才会回来，你现在见不到他的。还有一件事，宁山和7王子殿下就要订婚了，叫9王子殿下今后离宁山远一点。你明知道追儿一直喜欢宁山，他若是知道宁山和7王子订婚，会何等的伤心。再说，怎么会是7王子？7王子殿下在3岁的时候便开启7品神武印记，天资何等惊艳！以他如今的武道修为，整个云武郡国的年轻一代，根本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宁山能够和7王子殿下结成连理，对我们林家的将来有巨大的好处。宁山也愿意与7王子订婚，为了家族利益的结合，真的会幸福吗？你错了，这本就是宁山自己的决定。
真气外放，剑随心走。他的武道修为至少也达到了黄级境中级位，比八王子强大太多了。咦，那不是九王子吗？他居然还来临府，肯定又是来找宁山妹妹。可惜的，宁山妹妹现在根本都懒得见他。听说他也开启了神武印记。16岁才开启神武印记，能有什么作为？若他不是宁山妹妹的表哥，说不定连林家的大门都进不了。听说宁山妹妹就要和七王子订婚了，真是郎才女貌啊！嘿嘿，据说那一位九王子一直都暗恋宁山妹妹，你们猜，若是他听说宁山和七王子殿下就要订婚，会是什么表情？表哥，好久不见，听说你也开启了神武印记。原来她是我的表妹，的确是开启了神武印记。不过王后娘娘说，只是没有品级的神武印记，自然是不能和表妹的神武印记相提并论。你毕竟已经16岁了，能够开启神武印记，也算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今后一定要努力修炼，虽然不能成为武道强者，但是至少可以强身健体，不用常年卧在病床上。对你来说，至少可以做一个正常人了。我今后一定会努力修炼，争取追上表妹你的修为。哎，表哥，我的修为已经达到黄级境中级境，离大级境也只有一步之遥。以你的资质，估计一生也修炼不到中级境。对你现在来说，最应该做的就是脚踏实地的修炼，不要盲目的追求一些不该追求的东西。做人不能好高骛远，不然会反受其害。表哥，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希望你不要太伤心。3个月之后，等到郡王出关，我和七王子殿下应该就要订婚了，有好戏看了，嘿嘿。那就恭喜表妹，今后我们也算得上是亲上加亲了。你难道不想知道原因吗？你们订婚的时候，我一定会到场祝贺。若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去找娘亲了。娘亲，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没事，我们回去吧。慢着，这是一套人级下品的修炼功法太阿诀，可以开辟出7条经脉，拿去修炼吧。虽然不算是什么高深的修炼功法，至少可以完成洗髓冲脉，对你来说应该是够用了。你的身上毕竟也有我们林家的血脉，这2份洗髓液也一并拿去。对啊，还不快谢谢舅舅？不用他们林家人施舍，娘亲我们走。给脸不要脸，还真将自己当成了王子。林定山盯着那一个毅然走出林府的少年，心中更加诧异，总感觉那一位从小软弱的表哥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开启了神武印记，他自然会变得硬气一些，但是他却不知道16岁才开启神武印记，其实早已过了修武的黄金年龄。想那么多干什么？今后我们注定将是2个世界的人。追儿，你太冲动了，只要你能成为武者，能够用武道强身健体，娘亲就算受再多的委屈也无妨。娘亲，你放心吧，就算没有林家的施舍，我也依旧能够成为武者，而且还要是武者中的强者。追儿，宁山和七王子就要订婚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吧？你可千万不要太伤心。娘亲，你就放心吧，天下的好女子多的是，比林宁山好的女子总还是有的。你能这么想，娘亲就真的放心了。娘亲在林家受到的屈辱，我迟早要让林家加倍的还还。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来得找机会向云儿姐姐询问一番。当然，我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冲击到黄级境中期。张阿坠暗骂自己太蠢，明明自己拥有一座巨大的宝库，却还整天为赚取银币费神。要知道，他的上一世可是明帝之子，翻阅过很多高品级的功法和武技，全部都记在脑海中，随便拿出一本修炼功法和修炼武技，也能卖出天价。走出王宫，张阿坠便从时空青石里面取出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衣，将整个身体都裹在斗篷衣里面，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舞室。先生，你需要什么帮助？我要见你们中心拍卖场的大执事。奴婢现在就去禀告大执事，但是大执事一般都很忙，要接待贵宾客户，未必会有时间出来见你。你先稍等片刻。张阿坠倒也不急，只是站在大堂中静静的等待。大执事就是那人。大执事远远地向着穿着黑色斗篷衣的张阿坠看了一眼，目光定格在张阿坠的脚上，他那一双苍老的眼睛微微的一眯，闪过一丝精芒。张阿坠脚上穿的靴子名叫麒麟镶金靴，只有王宫中的人才有资格穿这样的靴子。来头不简单啊！大人，这边请。老朽就是中心拍卖场的首席鉴定师，不知道大人要拍卖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我要拍卖就是这一卷0级下品的剑法。的确是0级下品的剑法的口诀，不知道大人的手中掌握了多少招剑招？整套剑法一共12招，剑法的最初本已经遗失。我手中掌握的天星剑法是由一位天级境的强者亲手画出的剑招图示，与剑法的最初本并没有任何区别。既然如此，那就给天星剑法的起拍价定为20万枚银币，但是有一个前提，拍卖成功之后，买主要对天星剑法的剑招和口诀进行检阅，若是检阅出并不是0级下品的剑法，拍卖结果便不作数。一切都按拍卖场的规矩办。拍卖会结束，拍卖的结果也出来了，天星剑法的价格被抬高到124万枚银，最终被林家的家主夺到手。林家主，这位大人就是天星剑法的主人，在下林家家主林凤仙，不知大人如何称呼？你们无需知道我的名讳，这是天星剑法的口诀和剑招图示，林家主拿过去检阅一番吧。大人，天星剑法一共拍卖出了124万枚银币，后出支付给拍卖场的12000枚银币，一共是122万8千枚银币。不知道大人是准备全部兑换成灵晶，还是兑换成血丹，还是存入武士钱庄？120万枚银币存入武士钱庄，2万枚银币兑换成灵晶，剩下的8000银币直接提取给我就行了。大人，这是一张武士钱庄的3星贵族卡，120万枚银币已经存入卡中。这人的背影好熟悉，我也有几分熟悉的感觉，应该是在王宫里见过。此人很不简单，真实身份恐怕有些吓人。
爹，你为何会这么说？天心剑法的墨迹没有干透，说明是今天才画出的剑招图示，而画出天心剑法的人肯定是一位天极境的强者。天极境的强者，爹，我有一个疑惑，既然他是王宫里面的大人物，应该不缺银币，为何还要将0级剑法拿出来拍卖？王族的8种0级武技全部都是赫赫有名战绩，其中并没有天心剑法，此事我们最好还就不要去追查。天极境的强者不是我们林家可以得罪。珊儿，你拥有剑道神武印记，是修炼天心剑法的最佳人选。回去之后，你便闭关修炼天心剑法。若是你能够在3个月之内将第1招剑法修炼成功，岁末考核的时候，你肯定可以在王亲国戚的年轻才俊中大放异彩。鱼儿姐姐，这是我给你买的筋骨断续膏，肯定能够让你的身体快些好起来。九王子殿下，你哪里来的银币购买筋骨断续膏？鱼儿姐姐，我有一些秘密，暂时还不能告诉，希望你也能为我保守秘密。我可以告诉云妃娘娘吗？暂时不要。好吧，我答应你。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希望鱼儿姐姐能够告诉我真相。既然娘亲是林家家主的亲妹妹，为何娘亲会和林家断绝关系？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九王子殿下一直体弱多病，受不得刺激，所以这件事就被隐瞒了下来。既然九王子殿下现在开启了神武印记，那我就告诉你吧。你应该还记得林家的第1天才林晨玉，他是你的表哥，也是林家家主的长子，年仅17岁便修炼到黄极剑大圆满。但是就在3年前，林晨玉得罪了另一位更加了不起的天才，被那一位天才打断了双腿，关进了天牢。怎么会这样？林家在云武郡也算是1线的大家族，谁人敢将林家的第1天才关进天牢？难道林晨玉得罪的天才拥有10分了不起的来头？没错，林晨玉得罪的就是云武郡国最耀眼的天骄七王子殿下。别的那些天才在七王子殿下的面前立即就会黯淡失色。原来如此。林晨玉被关进天牢之后，林家家主便立即赶来王宫求云妃娘娘，他希望云妃娘娘能够出面向郡王求情，只要能够饶过林晨玉一命，林家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你要知道，七王子殿下可是郡王的9个儿子里面天资最高的一位，深受郡王的喜爱，对他寄予了厚望。云武郡王张明了真相，整个事件的确全是林晨玉的错，七王子殿下都差一点被林晨玉害死。因为这件事，云武郡王雷霆大怒，他觉得明明是林晨玉犯下了大错，云妃娘娘居然还想为他求情，简直就是不明事理。云武郡王本来是十分疼爱云妃娘娘，可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就对云妃娘娘冷淡了许多。云妃娘娘受的委屈，林家人却并不理解，他们不敢得罪王后和七王子，便将所有过错都施加在云妃娘娘的身上。他们觉得正是因为云妃娘娘没有去向郡王求情，所以才导致林家损失了一位绝顶天才。从那以后，林家就和云妃娘娘彻底划清界限，不再认云妃娘娘是林家人。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强大的力，根本就无法立足，根本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林晨玉被处死了。没有，七王子殿下哪那么容易放过他？林晨玉被处以宫刑，变成了一个太监，被七王子殿下收为奴仆。林家的第1天才却变成了太监，还成为敌人的奴仆，对林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可是我十分不能理解，既然林家受了如此大的屈辱，为何林家的家主还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七王子？这很好理解，以七王子的天资，将来必定会继承王位，成为云武郡国之主。林家想要在云武郡国立，就肯定要和七王子修复关系，联姻是最好的办法。其次，林家的第1天才既然成为七王子的奴仆，林家和七王子的关系估计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敌对，说不定林宁山和七王子的联姻就是林家的第1天才林晨玉一手促成。看来开启神武印记之后，真的让九王子殿下彻底发生了改变。回到自己的房间，张阿追立即进入时空晶石的内空间。终于突破到黄极境后期了。张阿追独自一人离开王宫，向着武士中行去。这位公子，你是要购买聚气丹？这个老者有些不简单，居然可以无声无息地走到张阿追的身后。老朽莫翰林乃是这一家丹铺的掌柜。原来是掌柜，在下姓张，我要购买50枚聚气丹，30份炼体散，不知道清玄阁有没有足够多的存量？50枚聚气丹，30份炼体散，原价是8万枚银币。不过张少爷一次性采购如此大的分量，自然有一定的优惠，但你就付72000枚银币吧。掌柜，你真是一个爽快人，今后购买丹药我都在你这里买了。张少爷，不知道你还购不购买别的东西？我要购买的东西，掌柜你这里肯定没有卖。难道张少爷是要买一件趁手的兵器？掌柜，好厉害的眼力。张少爷，你是打算购买一件什么样的兵器？奴家的心里也得先有一个数，对不？剑，最好是真武宝器级别的剑。张少爷真是好眼力，那是一柄有近1000年历史的古剑，沉重无比，锋利异常。多少钱？1000枚银币。买了。捧在手中，轻轻地拭去剑柄上的一层锈迹，锈迹下面露出沉渊2个古字，当初叶童公主送给他的剑。
人王、剑也亡，既然我又重新活过来，剑也该重生了。陈约，我会让你洗尽铅华，重现光芒。张少爷，你就只买这一柄断剑吗？老板娘，这一柄剑是几阶真武宝器？那是一柄4阶的真武宝器，名叫闪魂剑，剑身中刻有14道铭文，分别是4道力系铭文、4道冰系铭文、4道电系铭文，还有2道光系铭文。可以说，它一共拥有3种特殊的属性，分别是冰系、电系、光系。多少钱？3万枚银币。好，买了。娘亲吩咐过了，师妹第一次来到王城，要我一定要细心照顾。清玄阁乃是武士中最大的店铺之一，师妹看上了任何兵器，尽管告诉我。八王子的娘亲萧妃曾经就是赤云宗的弟子，乃是赤云宗宗主的师妹，所以八王子才会叫丹香菱为师妹。多谢八王子殿下。其实小玲这一次来到王城，主要是想要见一见王城的那些天才俊杰，特别是云武郡国的第一天骄七王子殿下。香菱曾多次听过他的大名，十分仰慕，赤云宗很多女弟子都十分崇拜他，可惜连见他一次的机会都很难。若是七哥在王城，本王子倒是可以帮你实现愿望，可惜了，师妹来的不是时候，七哥并不在王城。我记得王族的岁末考核乃是仅次于祭祀大典的盛会，难道七王子殿下也不会回来？七哥在10岁的时候便是岁末考核的第1名，你觉得岁末考核对他来说还有什么参与的价值？不过岁末考核的确是一场盛会，只有王族和各个王亲贵族的年龄低于20岁的年轻弟子才能参加。七哥说不定也会回来，若是师妹想要观礼这一场盛会，本王子肯定为你弄到一个入场名额。那就再次多谢八王子殿下。九弟，你怎么也在清玄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既然你能够来清玄阁，为何我就不能来？本王子来到清玄阁是购买兵器，你来干什么？你买得起真武宝器级别的剑？你手中的2柄剑是哪里来的？你管得太宽吧，我的剑就算是捡来的，似乎也不关你什么事。你给我站住！在聚气丹的帮助下，我终于从黄极境小级位的初期达到黄极境小级位的巅峰，气石中的真气的数量是13天前的10倍，再次修炼圆满。鱼儿姐姐，今天就是岁末考核的时间。对啊，九王子殿下，你可要小心。据说八王子已经突破到黄极境小级位，他若是知道你现在也是一位武者，肯定会刻意针对你。没关系，并不是多大的事。今天娘亲也会去观看岁末考核吧？云妃娘娘肯定是要去，但是她却不知道你要参加岁末考核。九王子殿下，云儿帮你换上衣服，现在就可以去王山的王族武场。经过最近3个月的修炼练体，张阿追的体型和气质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像曾经那样的虚弱病态，而是给人一种少年英气。九王子殿下，你真的比任何王子都要更像一位王子。鱼儿姐姐，我们去王族武场吧。琪儿没有回来吗？大王半个月前，七王子便派人送回一封书信，因为遇到一件重要的事，暂时回不来。再说，以七王子的武道修为，参加岁末考核已经没有意义了。大王，七王子不能参加岁末考核，但是九王子今年却可以参加。哦，九儿，3个月前，九王子便开启了神武印记。是吗？哈哈，云飞，这样的好消息，你为何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本王？九王子才刚刚开启神武印记而已，不敢惊动大王。只要九儿能够开启神武印记，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大家都到齐了，九弟却迟迟不来，狠狠开启了神武印记就是不一样，好大的派头！八哥，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坏话，真的好不？拜见大王！你叫我大王？九王子，你好大的胆子，这是想要不认你的父王了？大王，坠儿肯定是一时疏忽才会叫错。我没有叫错，为人父者必能叫其子。请问大王，我从小体弱多病，作为父亲，你教过我什么？帮过我什么？关心过我吗？为人夫必有恩义、情义、道义。请问大王，我娘亲在被王后杖责的时候，你对她可有情义？3年来，娘亲备受欺凌，你对她恩义何在？我和娘亲在寒冬深夜被赶出居住的地方，被迫搬去偏殿，犹如被打入冷宫。请问道义何在？既然不能为人父，又不能为人父，敢问一句，我叫一声大王，难道有错吗？谁下的命令？是谁将他们赶去偏殿？是臣妾，只有臣妾一个人。好吧，既然你想要一个人把责任担下来，那么今后你便一个人去紫衣偏殿居住吧。看来你已经完成洗髓冲脉，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武者，的确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好，冲你这一份难得的血性，今天本王便破例原谅你一次。你要不要参加岁末考核？当然要参加。好，哈哈，不愧是本王的子嗣，有种！张阿追，你现在就尽情的得意吧，在岁末考核的武场上，我一定要狠狠的将你踩在脚下，让你清楚的认识到谁才是真正的强者。追儿，你真的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了。是的，你才刚刚成为一名武者，就去参加岁末考核，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就算什么都不做，难道就不会遇到危险？娘亲，你不用担心，我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老板娘，往年王族的邀请函也送到清玄阁，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去过。今年你怎么打算去观礼？遇到了感兴趣的人，自然也就想要对他多了解一些。老板娘说的是九王子。呵呵，除了他，还有别人吗？老板娘，你居然也来王族武场了，真是出人意料。阁下是？老板娘，他是林家家主林凤仙。林家哦，有点意思。2年前，林某去清玄阁购买一批丹药的时候，僧求见过老板娘，只可惜老板娘当时有急事要出门，林某也仅只是远远的看了老板娘一眼。
2年过去了，老板娘变得更加美丽了。2年前，这位应该就是林家二小姐吧？真是一位小美人，让奴家都感觉到自愧不如。5考开始了，5考第1轮考验力量。5场中放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黑色石盘，一共分为10个重量级。最小的石盘直径只有半米，重100斤；最大的石盘直径达到3米，重达1000斤。嘿，哈。这是谁家的天才少女？这样的天赋，就算和九郡主比起来，恐怕也相差不多了。大王，她乃是林家家主的女儿，名叫林宁珊。臣妾也觉得她十分优秀，有意想要让她和七王子订婚，结成连理。原来是那个小丫头，本王对她倒是有些印象，以她的天资和家境，还是配得上妻儿。九王子参加岁末考核就是自取其辱，3个月的时间太短暂了，想要完成洗水冲脉都很难，想要将100斤的石盘举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小郡主才6岁就举起100斤的石盘，九王子现在已经16岁，不用猜也知道，他肯定将石盘举不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丢人。与其出来丢人，他就不该参加岁末考核。表哥，你不该参加岁末考核的。以你的资质，就算完成了洗髓冲脉，也不可能举起100斤重的石盘。你这样做，不仅是自己出丑，云妃娘娘和王族也脸上无光，何必呢？宁珊表妹，你的确很优秀，天资不错，可是也不能将别人贬得一文不值吧？你为何就听不进去劝告呢？对你来说，普普通通的过完一生才是最好的选择，为何偏要去修武？你根本不适合走这一条路的。恭喜林家主，林家又诞生了一位天才，以林小姐的天资，整个王城的年轻一代，恐怕也没有几个能够和她相比。据说林小姐就要和七王子订婚了，真是郎才女貌啊！已经16岁，却只能选择第1块石盘来测试自己的力量，还有比这更好笑的事吗？他在干什么？他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若是我没有记错，他3个月前才开启神武印记。这怎么可能？你隐藏的真是够深，这是想要故意羞辱我吗？我做到了。追儿，真的是我的追儿。九儿大器晚成，本王欣慰至极。无论岁末考核结果如何，王族摆宴庆祝3天，九儿还不过来，让本王仔细的看一看。追儿，快过去拜见你父王。你的修为达到黄极境小极位了吧？是的，3个月时间达到黄极境小极位，绝不是常人可以做到。九儿，最近一段时间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奇遇？回禀大王，我的确得到了一些奇遇，但那是我的秘密，我有权不说出来，更不想公之于众。大胆，大王可是你的亲生父亲，还有什么秘密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能告诉？每一位武者都有自己的秘密，你既然不想说，本王也不强迫你，好好的参加岁末考核，本王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第1轮力量考核，就属张阿追、林宁珊、九郡主这3人的表现最为耀眼。你们能够举起1000斤重的石盘，便说明你们的实力已经可以和一阶蛮兽对抗。但是你们要记住，哪怕是一阶蛮兽的力量，也比你们想象中更加强大。一阶蛮兽的速度更是快得惊人。以你们的实力，只有使用惊雷剑，才可能破开蛮兽的皮，将蛮兽射杀。每个人只有5支箭，射杀的蛮兽的数量越多，射杀的蛮兽的力量越强，成绩就越优秀。只有射杀到蛮兽的年轻武者，才能参加第3场考核教场比武。王山中充满了危险，甚至有可能会送命。若是遇到2阶蛮兽，你们便立即逃命吧。王山狩猎现在开始。表哥，力量考核只是我的弱项，现在才是真正发挥我的实力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和我差得太远。鬼影兔只能算是下等蛮兽，为一只1阶下等的蛮兽浪费1支惊雷剑，张阿追觉得不值得。九弟第1次参加王山狩猎，怎么连蛮兽都不敢杀？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要有胆量才行。王山中的蛮兽数量十分有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5支惊雷剑猎杀到5只蛮兽。王山占据的地域并不算大，蛮兽的数量绝对不多，看来我必须加紧才行。一声震耳欲聋的牛鸣声，张阿追的心头一喜，立即循声赶过去。九弟，你来迟一步，这3头蛮牛归我了。姐姐的3分归元剑法可是人级下品的武技，已经完全融会贯通。九弟，你觉得怎么样？姐姐的剑法确实厉害，不过我也有我的方法。你没事了吧？若是你没及时赶到，那就真的会出事。九弟，你怎么如此厉害？铁皮蛮牛可是1阶中等蛮兽，防御力堪比黄极境大极位的武者，居然被你杀了。无论是蛮兽还是人类，都有弱点，只要攻其弱点，就算力量不如他，也能杀死他。我们每个人的惊雷剑上面都有特殊的记号，待会自然会有禁卫来收取猎物，不需要我们亲自将猎物带出去。走吧。九弟，你真的是小极位的境界，你真的是3个月前才开启神武印记。我说过，无论是蛮兽还是武者都有弱点，只要找准了他的弱点，要杀他就不是一件难事。剑齿赤虎的弱点就是他脖子下方的器官。可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一掌将他打飞出去，如此强大的力量，至少也有10牛之力吧？我都已经达到黄极境中极位，也还不能爆发出10牛之力。只要武体足够强大，小极位的武者爆发出10牛之力，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走吧，九弟，我们去猎杀别的蛮兽。别动！怎么办？我还剩2支惊雷剑，你还有1支惊雷剑，加起来
来就是3只，以你的剑法，不说将其火路射中，至少应该可以给他造成一定的威胁吧？你要干什么？九弟，你杀死了一头1阶上等的蛮兽，不是我，而是我们。嘻嘻，九弟，我们简直就是最佳战斗伙伴，配合太默契了。走了，我们该回去了。命儿，这一次狩猎收获如何？回禀娘亲，你放心便是了。这一次王山狩猎绝对没有比我的成绩更好。如此便是最好不过。山儿，你是第一次参加王山狩猎，应该遇到了很多困难吧？王山狩猎比我想象中更加轻松，没有任何困难。我有信心，在这一轮的考核中，绝对能够进入前10。九王子和九郡主怎么还没有回来？可千万别出意外了！回来了，九王子和九郡主一起回来了。拜见父王。九儿，你怎么和希儿共乘一起？父王，我和九弟在王山中遭到了铁皮蛮牛的攻击，我的坐骑受了重伤，所以才只能和九弟共骑一头灵马。九儿，是这样吗？是的。九儿，你毕竟是第一次参加王山狩猎，第一次与蛮兽战斗，而且你在3个月之前才开启神武印记，就算没有狩猎到蛮兽，也不要太灰心。我明白。云武郡王接过那一份卷色，微微的看了一眼，忽然眼睛被排在第一的那个名字吸引住，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葛钱，你来宣布今年王山狩猎的少年武者的成绩吧。成绩排名第1的人赏赐重玄弓。第1位，九王子张阿追，猎杀到1头1阶上的蛮兽，2头1阶中的蛮兽。天呐！九王子猎杀了1头1阶上等的蛮兽。要知道，每1头1阶上等的蛮兽都堪比一位黄极境大圆满的武者，他才黄极境小极位的修为，是如何做到的？不可能吧！仅仅修炼了3个月就猎杀到1头1阶上等蛮兽，这也太逆天了！葛钱，将本王的重玄弓取来，本王要亲自交给九。且慢，猎杀那一只1阶上等蛮兽，乃是我和九郡主合力完成。父王，这一次王山狩猎多亏九弟出手相救，要不然女儿很可能已经死在蛮兽的爪下。而且猎杀那一只1阶上等蛮兽，女儿也没出多大的力气，根本没帮上什么忙。哈哈，九，你说重玄弓归谁？我擅长用剑，不擅长用弓。大王，你便将重玄弓赐给九郡主吧。九弟，你既然如此，嘻嘻，姐姐就不客气了。第3轮考核教场比武，赏赐都十分丰厚，可以获得进入蛮神池修炼的机会。若是获得第1名，赏赐就更加丰厚。决赛第1场，九郡主张雨熙对决林家林宁山。宁山，据说你已经达到剑随心走的境界，本郡主倒要领教剑随心走到底有多强。郡主，你败了。九弟，我的修为明明不比他弱，可是为什么会败得那么快？剑意，你在剑意上面的造诣和他差得太远，等你也修炼到剑随心走的境界，自然就明白了。第5场，九王子张阿追，白家白万里。九王子殿下，你先前说你最擅长用剑，可是我不擅长用剑，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便比试拳脚如何？白家最擅长的就是拳法，九王子的修为本来就比白万里弱了一个境界，现在又放弃自己擅长的剑法，肯定会更加吃亏。那就比拳脚吧。上。你败了。你的力量怎么会那么强？白少爷的手臂并不是被震断，而是被扭断。被扭断？怎么可能？我明明看见九王子只是打出了1掌，怎么可能扭断白少爷的手臂？九王子殿下对力量的控制精妙到了极点，将全身每一寸肌肉和骨骼的力量都爆发出来，而且在1掌打出去的时候，掌法力量本来就带着一股扭力，仅仅只是一瞬间，那一股扭力便消失，你们自然看不出来。别说是你们，就算是以我现在的境界，也不能将力量控制到如此精妙的地步。说出这话的人，乃是云武郡王的贴身侍卫长葛钱，自然没有人怀疑他的话的真实性。九王子竟然如此厉害！天哪，他才修炼3个月啊！就算是7王子，也没有如此逆天的天赋吧？这一次岁末考核之后，九王子的名字必定响彻王城，成为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在众人的惊叹声中，张阿追走出了教场，又是3场武斗，前8强分别是5王子、司徒临江、薛凯、张阿追、林宁山、罗成、林天武；6王子。第1场，九王子张阿追，林家林宁山。也太巧了。九弟，姐姐知道你喜欢宁山，可是宁山却根本不喜欢你，你千万别怜香惜玉，必须要使用出全力，姐姐还等着你，给我报仇。表哥，没想到你16岁才开启神武印记，已经过了最佳修武年龄，修炼速度竟然也能如此之快，真是不可思议。表哥，我们之间还需要战吗？你应该知道，前4强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前4强对我来说一样十分重要。这样吧，我可以不用剑和你一战。真的吗？既然表哥如此谦让，宁山就多谢了。输了。我没败。多谢九王子不杀之恩。张阿追，今日你施加在我身上的耻辱，今后
我一定会加倍的还在你的身上。九弟真是没有想到，你居然可以进入前4。五哥以前的确小看你了，当然你也只能止步于第4，毕竟小级位和大级位的差距绝对比你想象中更大。接下来的战斗，九王子张阿追对战国师府薛凯。九王子，你最擅长的兵器是剑，算是吧。好，那我们便比剑吧。薛凯认张阿追前面2场比武，他觉得张阿追擅长用剑只是一个幌子，张阿追真正擅长的肯定是掌法。九弟接剑。3品真五宝器级别的战剑，剑中刻有3道兵系铭文和3道力系铭文。糟了，中计了，他是在故意消耗我的体力和真气。他使用的竟然真的是天心剑法，怎么可能？难道我们在中心拍卖场遇到的那个神秘人就是他？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令山，你别忘了，我们买到的天心剑法并不是最初本，而是一位天级境强者的抄录本。爹，你的意思是说，张阿芝的修炼速度之所以会这么快，那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位天级境强者？嘘，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这件事，回去之后再慢慢商谈。难怪他能轻易躲过我施展出的天心指路，原来他也修炼了这种剑法。张阿专，你的身上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就连薛凯都败了，九王子应该也达到剑随心走的境界，果然是一位剑道天才。没有人再敢轻视九王子，反而将他看成妖孽一般的武道奇才，甚至有人觉得他的天资不在7王子之下。下一场武斗，5王子对战司徒林海。5王子殿下，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们都是黄级境大级位的修为，你想要赢我，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开启的是4品赤焰神武印记，真气中带着赤焰之力，在同境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以你的修为，想要在我的枪下支撑10招都很难。是吗？谁强谁弱，战过才知道。天光剑法也不过如此。火蛇枪法厉害，你若是一开始就使用火蛇枪法，我恐怕连3招都接不住。这下就只剩下九王子和司徒临江了。司徒临江不愧是司徒家族少年一代的第1高手，最后一场战斗估计可以不用比了。为什么？以司徒临江的修为，即便是在黄级境大级位里面也罕遇对手，绝对是一位少年强者。九王子虽然比司徒临江更加优秀，更加天才，可是毕竟才黄级境小级位的修为，他能够击败薛凯，却绝对无法击败司徒临江。若是再给九王子1年时间修炼武道，要击败司徒临江绝对不是难事。可是现在九王子与司徒临江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那可不一定，天才之所以被称为天才，那是因为天才能够创造奇迹。我倒是挺期待九王子能够创造出奇迹，若是那样的话，我也会对他更感兴趣。嘻嘻。最后一战，九王子张阿追对战司徒家族第1天才司徒临江。在岁末考核之前，张阿追还被众人当成是一个刚刚开启神武印记的废物，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小看他，包括站在他对面的司徒临江。这才是真正的少年一代的天才之间的争锋，实在太精彩了。九王子殿下不愧是大王的血脉，虽然只是黄级境小级位的境界，却能和司徒家族的司徒临江战得旗鼓相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没错，九王子大器晚成，天资经验，将来的成就不是我等可以想象。恭喜大王，贺喜大王，王族又诞生了一位绝顶天骄。九儿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绝非偶然。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九儿虽然只是黄级境小级位的境界，可是体内却已经开辟出11条经脉。什么？黄级境小级位能够开辟出11条经脉？11条经脉，真的吗？九弟竟然这么厉害！我记得七哥在黄级境小级位的时候，似乎也才开辟出10条经脉。11条经脉，他才黄级境小级位，竟然就开辟出11条经脉，这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比7王子的潜力还要大？爹，他真的已经开辟出11条经脉。谁说九王子就一定不是司徒临江的对手？看到没有，谁胜谁负还说不准啊！嘻嘻。九王子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天资，将来的成就未必就比那一位7王子低。今年的岁末考核之后，云武郡国的局势又要发生不小的变动。还要战吗？我还没败，蛮像是。我败了，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做到一心二用，一手用掌，一手用剑。当你的精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别说是一心2用，甚至可以做到一心3用、一心4用。武者也要修炼精神力。你若是愿意修炼，自然可以选择修炼；你若是不愿意修炼，也可以不修炼。如何选，全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今年岁末考核的前5名，从第1名到第5名分别是张阿追、司徒临江、薛凯、武王子、林宁山。成绩前5名的少年天才，除了可以去蛮神池修炼1次，还能得到额外的赏赐。张阿追获得的赏赐是一具6品真武宝器级别战甲，名叫冰火麒麟甲，据说是用传说中的蛮兽之王麒麟的鳞片炼制而成，十分珍贵，防御力惊人。哼。就算展现出修炼天赋又如何？天赋越高，死的就越快，等着瞧吧。王后娘娘是不会让他成长起来。就算他的天赋再高，与七弟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狠狠，就连他喜欢的女人也要嫁给七弟做侧妃，有什么好得意？叶童女皇大人，统御天下，威临八方，青春永驻，不死不灭。叶童，你等着，待我修为大成之日，就是去见你之时。800年了，你应该还不知道，800年前被你杀死的人又活过来了吧？九王子，你为何不下跪叩拜叶童女皇？我只拜天地，拜父母，不拜他。这样桀骜不驯的性格，迟早会害了他。有什么好自傲？现在也才黄极境小级位的修为，只能算是刚刚踏入武道，将来能不能成为强者还说不准。你们现在就进入蛮神池中修炼吧。你们要切记，蛮神池中的血精之力十分霸道，若是实在坚持不住，便立即离开池水，不要硬撑，要不然的话，恐有生命危险。果然是血精之力，真是太好了！借助血精之力，我的体质肯定能够提升一大截。这次机会一定不能浪费了。好厉害，意志力竟然如此坚定！刚刚进入蛮神池就敢走到中位区。当初七王子第1次进入蛮神池修炼的时候，也花费了1个时辰来适应低位区，才敢走向中位区。同样是第2次进入蛮神池修炼，却依旧不敢走进中位区，只能在低位区苦苦的坚持，争取吸收更多血精之力，淬炼肉身，强化体质。怎么会恢复得这么快？是你刚刚吸收的血精之力，帮你恢复了双腿的伤势，立即修炼，争取将血精之力全部炼化，转化为自己的力量，要不然你刚才的修为成果会大打折扣。已经过去半天了，他居然还能在中位区修炼，真是不可思议。当初七王子也仅仅只在中位区坚持了1天，难道他也能坚持1天？体质果然增加了一大截，以我现在的体质，若是冲击黄极境中级位，肯定能够开辟出19条经脉，甚至有机会开辟出20条经脉。还真是了不起，居然在蛮神池的中位区修炼了2天半，天赋很高吗？难道他不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王后娘娘，岁末考核刚刚过去，若是九王子现在遇到了什么不测，大王肯定会怀疑到你的身上。你以为本后那么愚蠢？在王宫自然不能动他，可是一旦出了王宫，他就算被人给杀死，也与本后没有半点关系。其实九王子的天资就算再高，也才黄极境小级位的修为，完全不能和七王子相比，将来能不能成长起来还是一个未知数。王后娘娘，完全没必要。凡是会对妻儿产生威胁的人，统统都得死。果然只开辟出19条经脉。九王子真厉害了，据说连5王子和6王子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整个王宫的人都说九王子是一位修武奇才，足以和7王子相比。禀告韩姑娘，九王子已经出关了，他的修为应该已经突破到黄极境中级位。你继续盯着他，只要他离开王宫，便立即向我汇报。属下领命。我的修为已经达到黄极境中级位，应该可以将画卷打开了。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高大的树？谁说没有？真是没有见识，居然连撑起昆仑界的神树接天神木都不认识，真是让本座很失望。谁在说话？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在画中？画中？你是接天神木？可是史书上记载，接天神木在中古时代就被人给斩断了。怎么可能？你不是都说了，接天神木被人给斩断了？我怎么可能是一棵树？我不是人，我是一只猫。你可不要小看本座，本座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屠天杀地之皇。像本座这样伟大的强者，根本不是时间可以磨灭得了。就算过去10万年，也会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少年郎，你肯定听说我的名号吧？没有。你到底是一只猫还是一幅画？哎，都给你说过了，我是屠天杀地之皇，当年做了一些错事，所以才会被封印到画卷世界空间。现在只有你可以放本座出来。为什么只有我可以放你出来？因为你开启了时空神武印记，可以使用空间的力量，可以打开画卷世界空间的封印。你要知道，从古至今也只有那么3、5个人才开启了时空神武印记。少年郎，你很幸运啊。可是我为什么要将你从画卷中放出来？虚名圣僧当年将本座封印在画中，让本座诚心悔过，斩除身上的劣根，待到有朝一日遇到下一位拥有时空神武印记的武者，要本座一定要帮助他修炼时空秘典，成为天地之间举世无双的强者。你说，你若是不放我出来，我怎么教你修炼时空秘典？若是不教你修炼时空秘典，你又如何成为举世无双的强者？时空秘典的第2页怎么只记载了8种空间铭文，根本没有记载时间铭文？哈哈，时间是永恒流动的，没有人可以创造时间，自然也就没有时间铭文的说法。
但是拥有时空神武印记的武者却可以修炼时间印记，调动时间的力量，施展出时间灵术。当然，以你现在的精神力，还达不到修炼时间印记的要求，只能先修炼8种最基础的空间铭文。修炼空间铭文和时间印记对精神力的要求真的有那么高？你先将我从画中放出来，我就告诉你，我要如何才能将你从画中放出来？你只需要将一滴血液滴在画卷上，就能成为画卷的主人。然后你将真气注入画卷，自然就能将画卷的封印打开，将本座放出来。少年郎，你现在可以将本座放出来了吧？当然。哈，本座终于出来了！10万年了，蝼蚁，本座乃是屠天杀地之皇，只需要一根爪子就能将你按死！哈哈哈哈！你的称号真的是屠天杀地之皇？少年郎，你居然敢怀疑本座的实力？若不是本座的修为被封印在了画卷里面，要取你的性命简直易如反！你干嘛？救命啊！本座刚才只是开个玩笑，本座何等纯良，怎么可能会杀人？你要什么？别乱来啊！肥猫，你觉得我还会信你的话？少年郎，你一定要冷静，做事不能冲动。本座刚才只是在试探你的修为，怎么可能真的出手杀你？再说，以本座举世无双的修为，真的要杀你？可恶，你真让本座怕你不成？若是真的要战，本座未必就比你弱。果然与我猜想的一样，乾坤神木图的力量可以将你镇压。我现在是乾坤神木图的主人，只要的意念一动，就能将你重新收回画卷世界空间。少年郎，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快放本座出来！本座保证向你效忠，今后绝对没有异心。你让本座去抓鱼，本座绝对不敢去捉耗子。少年郎，想要刻录初基础空间铭文，至少也要将精神力修炼到20阶。你现在才多大，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精神力。快将本座放出来，本座教你修炼精神力。20阶吗？我的精神力已经达到32阶，基础铭文对我来说难度并不大。怎么可能？少年郎，你怎么比本座还能吹？哈哈，本座就说你吹牛吧。想要将精神力修炼到20阶以上，对普通武者来说简直难如登天。想要刻画出空间基础铭文，就更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次刻画铭文，果然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去购买冥笔和灵纸练习吧。他终于离开王宫了，真是太好了！安排一队人马随我一起出宫，今晚将是一位少年天才的陨落之夜。九弟，你现在不是武学奇才了吗？你来铭文公会干什么？鱼儿姐姐，你在灵马古车上面等我，我先去铭文公会购买一些东西。九王子殿下，等一等。你是？火云宗丹香菱。九王子殿下在岁末考核的时候，真是让香菱大开眼界，以黄极境小极位的修为，却能击败黄极境大极位的武者。若是有机会，香菱很希望能够与九王子殿下一起交流武学。师妹，你难道忘了九弟与清泉阁老板娘之间的事？这种人，你还是离他远一些。九王子何等少年英才，又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种人？八王子殿下，男女有别，请你自重。九王子殿下，香菱是来铭文公会拜师，打算学习炼气术。你呢？我来购买冥笔和灵纸，打算学习铭文。真的吗？真是太好了！我从小就学习铭文，已经可以刻录出一些基础铭文。我对冥笔和灵纸也有一些研究。若是九王子殿下要购买这2样东西，或许香菱可以帮得上忙。好的，那就麻烦你了。恭喜八王子殿下，你的精神力达到了12阶。你以前真的没有修炼过精神力？本王子以前自然没有修炼过精神力，以大师的意思，本王子岂不是天生的精神力强者？八王子殿下的天赋的确让人惊叹，若是努力修炼，5年之内有望达到1品炼气师的级别。赤云宗丹香菱拜见祖恩炼气师大人。你父亲在信中提到，你的精神力已经达到16阶了。没错，我和你的父亲赤云宗主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你有天赋，我自然会收你为弟子。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的第19位弟子。学生拜见老师。真是太好了，师妹，我现在也是佐恩炼气师的弟子，今后我们可以一起修炼精神力，学习铭文和炼气。老师，这位乃是云武郡国的九王子，他想向你请教一些关于铭文的知识。我收弟子有2个规矩：20岁以上不收，精神力没有达到12阶不收。若是达不到标准，就算是一位王子，也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弟子。阁下误会了，我不是来拜师，只是想要请教一些关于铭文的知识。好高骛远，想要刻画出铭文，首先就要修炼精神力，精神力越高，刻画铭文的成功率才越高。若是你的精神力连15阶都没有，就绝对不可能将铭文刻画成功。年轻人，你的精神力达到15阶了吗？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的精神力达到15阶，就可以向你请教关于铭文的知识？狠，精神力达到15阶，仅只配做我的弟子。想要与我平等的交流铭文知识，除非你的精神力达到20阶。20阶吗？我试一试。20阶？他从来都没有修炼过精神力，怎么可能达到20阶？真是一个狂徒！就算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精神力天才，也不可能在20岁之前将精神修炼到20阶。
可能，不可能！原来九王子殿下竟然是一位精神力强者，在下刚才多有得罪，还请九王子殿下不要见怪。我就想向大师请教一些关于铭文的知识和刻画铭文的技巧。没问题，九王子殿下，请随老夫来，我们去一处僻静的地方，一起交流精神力和铭文上面的学问。真是太可恶了！张阿追那一个废物，以前我扇他一巴掌，他都不敢还手，现在居然骑到我的头上来了。他的天资怎么可能那么高？怎么可能？拜见八王子殿下。本王子要回宫，送我回去，还不快驾车！得罪了本王子，本王子让你生不如死。张阿追，你肯定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物，要不然不可能在短短3个月之内变得如此厉害。只要我控制住云飞，以云飞的性命来要挟他，他肯定会乖乖的将那件宝物交出来。只要得到那件宝物，我的修为也能突飞猛进，成为武道高手。等我成为武道强者，第一个要死的人就是张阿追，还有丹香菱那贱人。到时候我要让你变成本王子的玩物，哈哈。那就是九王子的车驾，肯定是他无疑。你看那一个驾车的宫女，与韩姑娘给我们的画像一模一样，正是九王子身边的婢女。九王子此刻就在车中。月儿姐姐去哪了？她不会先一步回王宫了？不应该啊！九王子殿下，大王召你立即回宫。多少年了，居然又有人敢在王城刺杀王族成员，胆子真是不小。大王，这件事会不会和拜月魔教有关？拜月魔教？若真的是拜月魔教的人杀死了八王子，那么绝对是一个威胁的信号，他们是在试探云武郡国的底蕴。说不一定，大量的魔教高手正在向云武郡国集结，准备向云武郡国动手。八王子不可能是被拜月魔教杀死。九王子殿下另有高见。八王子是乘坐我的车驾，所以才在返回王宫的路上被人杀死。很显然，那些杀手暗杀的目标是我，八王子只是被误杀。九儿说的有理，拜月魔教做事一贯高调，若是真的存心挑衅王族，就绝对不是暗杀班那么简单。这件事必须要彻查。另外，为了以防万一，搁浅你立即出宫，秘密调拆拜月魔教最近的动向。属下领命。花费9天时间，全力参悟轮脉。张阿追也有一些领悟，调动真气向着皮肤里面涌去，可是却怎么都无法成功，反而弄得自己遍体鳞伤。难道轮脉根本就不存在？少年郎，轮脉并不是不存在，只是你用的方法错了。我的方法错了？那什么样的方法才正确？你将本座放出来，本座便告诉你。你放心，本座没有坏心思，就算想要对你不利，不是还有乾坤神木图镇压着，只要你一个念头，就能将本座重新收进图中。现在你可以说了吧？如何才能开辟出轮脉？答案就在你的手中。我的手中？接天神木？你将自己当成一个人，自然无法开辟出轮脉。若是你将自己当成一个树，或许就不是难事了。我操，牛逼！居然真的被他开辟成功了！尼玛，轮脉居然真的存在！张阿追的信心大增，立即继续开辟经脉，冲击黄极境大极位。少年郎，不得不说，你已经快要追上本座年轻时候了。8种基础空间铭文，我现在已经可能刻画出6种：点形铭文、横形铭文、纵形铭文、高形铭文、线形铭文、平行铭文。可是剩下的2种铭文，无论如何都刻画不出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你已经可以刻画出6种铭文了？怎么可能那么快？少年郎，你的身上有没有玉器？玉器？你要玉器干什么？玉质还算不错，可以用来炼器。炼器？没错，就是炼器。你已经学会了6种基础空间铭文，可以开始炼制最简单的空间类真武宝器——空间戒指。天下间只有你才可能炼制出来。空间戒指是什么？就是在戒指中构建出一个独立空间。若是你的精神力和修为足够强大，甚至可以用戒指装下一座大山，装下一座世界。当然，以你现在的修为，能够开辟出一个1立方米大小的空间，就已经很了不起。果然成功了。玉扳指里面的空间大概有1立方米。这枚空间戒指里面蕴含6道铭文，属于3阶真武宝器。我现在就去一趟铭文公会，借用佐恩的炼器炉，将空间戒指完全炼制出来。等一等，本座也要出去。少年郎，本座被囚禁在乾坤神木图中已经10万年，就算曾经犯下过大错，也已经赎罪了。我只是一只猫，我渴望自由，我渴望新的生活。喵，你再想一想，若不是本座的指点，你能开辟出轮脉；若不是本座的指点，你能炼制出空间戒指。好吧，暂时就不将你收回乾坤神木图，但是你必须随时跟在我身边。那是自然。九弟，我听说你的修为已经突破到黄极境中极位，所以想要来和你较量较量。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九姐切磋，我要先去一趟铭文公会。没关系啊，我和你一起去铭文公会，就乘坐我的云兔月车。九弟，你还养了一只猫，真可爱，它叫什么名字？你就叫它小黑吧。小黑。九王子殿下真是天生的炼器大师，第一次祭炼器皿就能将火焰控制到如此精妙的程度，真是让人不佩服都不行。九王子殿下，你炼制的扳指到底是什么器皿？难道是防御类的真武宝器？这个暂时保密。小黑，你要与本郡主一起玩耍，对不对？小黑，跟我一起吧，我带你去吃最好的美味。九姐，陪我去一趟清玄阁，我要去购买一尊炼器炉。好啊，九王子殿下，小林也正好要去一趟清玄阁，不知道可不可以与你们同行？可以。
老板娘，九王子殿下来到清玄阁，他要购买一尊7阶真武宝器级别的炼气炉。老板娘，我去接待他。慢着，既然是九王子殿下，奴家又怎能不亲自去接待？九王子殿下，整个云武郡国一共只有2尊7阶真武宝器级别的炼气炉，其中1尊由明文工会的会长掌握着，而另1尊就是你眼前这一尊。这一尊炼气炉的价格应该很昂贵吧？自然十分昂贵，别的炼气师问价，奴家告诉他们的价格都是200万枚银币起。既然是九王子殿下，奴家自然要给出一个半价，100万枚银币，不能再少了。100万枚银币也太昂贵了，你这是在抢吧？不贵，很便宜。7阶真武宝器的兵器至少都是100万枚银币，7阶真武宝器级别的炼气炉就更加昂贵，至少都是200万枚银币。老板娘，你这样做生意就不怕亏得血本无归？再多的银币又怎么能填补内心的空虚？若是九王子殿下能够陪奴家一夜，这一尊炼气炉就算白送给你，又如何？我会尽快凑齐100万枚银币，希望老板娘暂时不要将炼气炉卖出去。领了，先告辞了。莫翰林，你去明文工会查一查，九王子最近一段时间肯定去过那里，我想知道他的精神力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了。我现在就去查。九弟，你去武士钱庄干什么？难道你在那里存了100万枚银币？以前倒是有100万枚银币，可是用了不少，现在只剩差不多80万枚银币，所以我要去和武士钱庄做一笔生意。至于做什么生意，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们。我要打10个。拜见九王子殿下，九郡主，老朽乃是武士钱庄的第9管事，给2位请安。你认识我？老朽若是连九王子殿下都不认识，就不配做武士钱庄的管事了。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我有一笔不小的生意，想要和武士钱庄的庄主商谈，还请管事大人代为引荐。很狠，你以为你是谁？区区一个王子而已，也敢让庄主亲自和你谈？云武郡王亲自前来还差不多。你若是真的有生意，以本公子的身份，完全可以和你谈。我要谈的生意，以你的身份，恐怕还不够资格。什么？你知道本公子是什么身份？还真不太清楚。那你听好了，本公子乃是武士钱庄庄主侄子柳成风。你就算没有见过我，应该也听过我的名字吧？抱歉，我真没有听过。管事大人，请你向庄主禀告一声，若是庄主不见我，我立即离开。九王子殿下稍等。九王子他要和我做生意。没错，若是庄主不见，我现在就去打发他离开。不过什么？那是另一件事。上一次在中心拍卖场拍出0级下品剑诀的神秘人的身份已经查清楚，正是那位九王子。他在武士钱庄一共有80万枚银币的财富。哦，小年纪竟然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富，这几个月他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奇遇？看来还是可以见一见他，说不定能够给我带来惊喜。九王子殿下，请随我来，庄主在里面等你。可恶，父亲居然答应要见他，他何德何能？香明姑娘，刘某早就听过姑娘的芳名，不知道能不能邀姑娘一起游览王城。早就听闻庄主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九王子殿下乃是人中龙凤，本庄主也是早有耳闻。客套的话也就不多说，本王子此次来武士钱庄，是想和庄主做一笔生意，相信庄主看过货物之后，一定不会失望。这扳指里面自成空间，不知道九王子殿下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一枚空间宝物？这个恐怕不方便说。最后以10万枚银币成交。既然来到了武士钱庄，那就去武士斗场，应该能赚够剩下的10万枚银币。武士斗场是武士钱庄开设的武斗场，若是能够在武士斗场连赢10场，就能得到丰厚的银币奖励，而且还能排入武士钱庄制定的排名榜，一旦入榜，便能名动天下。以九王子的现在的修为，恐怕还是有些勉强吧。能不能成为皇榜武者，还是要战了过后才知道，不是吗？既然九王子如此有信心，本庄主就不多劝了。正好我今天也要去巡视武士斗场，便一起过去吧。本公子诚心邀你一起游玩王城，你居然还敢拒绝，真是给脸不要脸！来人，将这个贱人给本公子抓起来，将他洗干净了，送到本公子的房间。哼，逆子，武士钱庄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还不立即给丹姑娘道歉？父亲，我只是和香明姑娘开玩笑，我现在就去给香明姑娘道歉。这逆子让九王子殿下见笑了，我们现在就去武士斗场吧。我要打10个。恭喜九王子殿下成为云武郡国第28位皇榜武者。九王子殿下在皇榜上面的排名是第11位。九弟，你太厉害了，皇榜武者呀！我已经令人将消息传回王宫，云妃娘娘和父王肯定会相当高兴。九弟，你既然成为了皇榜武者，便又可以去蛮神池修炼一次，真是太让我羡慕了。能够第2次去蛮神池修炼？当然不过，只有成为皇榜武者才可以。
在黄极武斗宫连赢10场，张阿追终于筹集100万枚银币，送到了清玄阁。随后，清玄阁便立即派人将7些真武宝器级别的炼气炉护送到王宫。九儿，岁末考核才过去1个多月，你就接连突破2个境界，达到黄极境大极位，更是成为皇榜武者。父王心中很是高兴。父王，九弟的实力绝对是深不可测，不能用武道境界来判定他的真实修为。哦，是吗？父王今天还真就想要测一测他的修为到底达到何等程度了。还说你去和九王子殿下较量一番，看你能不能试探出九王子殿下的真实实力。末将领命。臣儿，海蜀大人也是一位皇榜武者，名列皇榜第23，你们相互切磋一下，也能让你父王知道你的真实实力。九王子殿下，请赐教。既然如此，海蜀大人，我们便切磋几招吧。天心破。九儿到底修炼了什么级别的功法？怎么会开辟出如此多的经脉？九王子殿下不愧是皇榜第11的高手，海蜀甘拜下风。所有人都退下去，有些话本王想单独和九王子谈一谈。告诉本王，你一共开辟出了多少条经脉？27条经脉，居然这么多！上一次岁末考核的时候，本王便知道你有奇遇，肯定修炼了某种强大的功法。这件事你不愿意说，本王也不会过问。但是你要学会隐藏。岁末考核的时候赏赐给你的冰火麒麟甲，为何没有穿在身上？你难道不知道冰火麒麟甲可以掩盖你身上的部分经脉，让人看不透你体内的经脉数量？这是一枚4品的炼体丹药，名叫麒麟丹，使用麒麟的鲜血和内丹炼制而成，对你应该有很大的帮助。你退下去吧。九儿生在帝王家，就像生在丛林中，就算为父乃是丛林之王，也不可能一直庇护你。我懂。好一个九王子，居然这么快就成为皇榜武者了。若是让他成长起来，那还得了？青罗的修为已经突破玄极境了吧？ 2天前，青罗师妹刚刚突破玄极境，让他尽快出手，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除掉九王子。1个月之内，本后必须要见到九王子的人头。若是九王子1个月之内都不离开王宫怎么办？本后说过，不惜一切代价。属下明白。据本座所知，只有达到王级下品的功法，才能让我者开辟出27条经脉。但是你现在是黄极境大极位，还有提升的空间，绝对不止开辟出27条经脉那么简单。难道你修炼的是神级功法？或许吧。在时空晶石里面修炼了17天，外界才过去6天而已。既然达到大极位的巅峰，就可以进入蛮神池修炼。张阿追早就已经迫不及待，带着4品丹药麒麟丹开始修炼。2天之后，张阿追完全适应了中位区，到高位区修炼。老夫刚刚进城，就听说云武郡国出了一位武学奇才，年仅16岁便成为皇榜武者，而且那个武学奇才正是老夫的外孙九王子张阿追。哈哈，追儿真的是大器晚成，让人欣慰。拜见父亲，不知父亲这一次去天魔岭寻找机缘，有没有突破到天极境？想要突破到天极境谈何容易？这一次为父前去天魔岭，的确得到了一些机缘，修为又有提升。虽然还没有突破，但是却找到了突破天极境的办法。3年之内应该就能跨入那个境界吧。真是太好了。奉先3年前的事，毕竟不怪兰儿，你就算有气也气过了，有怨也怨过了，找个机会去向兰儿道个歉。毕竟你们是亲兄妹，关系不能一直这样僵下去。况且兰儿生了一个武学奇才，老夫作为外公也感觉很有面子。你将坠儿也请来林府玩耍一下，他和宁山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关系可不能生疏了。哈哈，老夫记得当年郡王还提过要给他们定一门婚事，这件事说不定还有戏。父亲，还是我来说吧。几个月前，四妹带着九王子殿下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想要与林家修复关系，却被大哥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将他们赶出了林府。狠狠，四妹和九王子殿下对林家肯定怨气很大，别说还是亲人，现在简直就是仇人。老大，都是你干的好事，哼！对啊，我当初也觉得大哥做的太过火了，那可是我们的四妹，还有我们的外甥。怎么可以那样对他们？老大，你可是一家之主，做事怎么可以如此莽撞？坠儿才16岁便成为皇榜武者，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若是他成为云武郡国的大王，林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现在就跟老夫一起进宫，向你妹妹赔罪。你这个混账东西，气死老夫了！何必要低三下四的去给他们赔罪？父亲、爷爷，有七王子殿下在，九王子就算表现得再如何优秀，也只会成为七王子殿下的衬托，成不了气候。陈玉，你不是随七王子殿下一起去了云台宗府？难道七王子殿下也回来了？主人寻找到了一座钟鼓遗迹，
得到了一次巨大的机缘，暂时还回不来。他命令我先一步回王城，解决一些麻烦，比如我的那一位表弟。七王子殿下派你回来除掉九王子。主人是何等英雄的人物，又怎么会将我的那一位表弟放在眼里？就算九王子修炼一辈子，也不可能追得上主人的步伐。只不过王后娘娘却十分担心九王子会成长起来，所以主人才命令我回来除掉九王子。他可是你的表弟，那又如何？主人要他死，他就必须得死。爷爷，别怪孙儿没有提醒你，别站错了队。等到主人完全炼化那一座中古遗迹中的宝物，修为肯定会达到另一个高度。他就算是要灭掉整个林家，恐怕也不是一件难事。哈哈，对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主人已经答应娶宁珊做小妾。这件事我会亲自进宫去和王后娘娘详谈，真路将婚事定下来。七王子与宁珊订婚，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这是陈玉和宁珊的意思。他们靠上了七王子殿下这一棵大树，对于我们林家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整个林家都变成了七王子的奴仆？不使用龙象般若掌能够爆发出78牛之力，若是使用龙象般若掌，应该能够爆发出88牛之力。我现在才刚刚达到黄极境大圆满的境界，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说不定有机会达到100牛的极限力量。上一世，张阿追在黄极境的最强爆发力达到94牛，在800年前的那个时代，代表着黄极境的无敌。以我现在的实力，应该可以横扫那些黄帮武者了吧？我来试一试魂脉的力量。只有天极境的武者才能灵魂出窍，我才黄极境大圆满就做到了，怎么会这样？我虽然重生到800年之后，可是灵魂的力量并没有减弱，怎么会无法施展出雷电之力？难道说我的神武印记变成了时空神武印记，武魂也跟发生了改变？只有天极境大圆满的武者才能将灵魂修炼成武魂，你当本尊没有常识？我靠，牛逼！你的灵魂竟然真的达到武魂的级别了，这怎么可能？你就不要多问，你就告诉我，我第武魂到底是什么武魂？你开启了时空神武印记，修炼出来的自然就是时空武魂。时空武魂，修炼出时空武魂，就可以开始修炼空间领域和时间印记。少年郎，本座的提醒你一句，你现在的修为还太弱，以你体内的真气储量，根本支撑不起空间领域，也不可能凝聚出时间印记。最好还是等到突破到玄极境，再开始修炼空间领域。不用你提醒，我也明白这个道理。空间和时间的力量太深奥、太强大，以我现在的修为，很难将那两股力量驾驭。九弟，你还有心情练掌？难道不知道林家的那一位天之娇女和七哥订婚了？林家的哪位天之娇女？当然是你的表妹林宁珊。消息刚刚从宫中传开，据说父王和王后娘娘已经同意了，婚期就定在明年的丹丘节。哦，喂，什么意思？宁珊就要嫁给七哥了，你就一点都不伤心？今后你可就要叫她嫂子了。他们林家人和七王子订婚，与我何干？我为什么要伤心？九姐，既然你来了，就再随我一起去一趟黄极武斗宫。去黄极武斗宫干什么？难道？我听说你在蛮神池一连修炼了24天，难道修为突破到黄极境大圆满了？真是一个变态，修炼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九王子殿下，你终于又出宫了，这一次你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好运了。管事大人，这是怎么回事？今天黄极武斗宫来了一个夺命剑客，凡是和他交手的武者，全部被他一剑斩断头颅，无一例外。这已经是第8个了。仅仅只用一剑吗？太厉害了！我在黄极武斗宫待了10年，从未见过一位少年能够将剑法修炼得如此狠辣、无情、冰冷，一剑出手，快如闪电，简直太可怕了。你们猜他才几岁？能够一剑杀死黄极境大圆满的武者，至少也有18、19岁了吧？他叫阿乐，今年15岁。15岁的夺命剑客有点意思，我们去看一看。天赋异禀，剑气随心，他的剑意境界已经达到随心中阶，而且剑意中还蕴含着杀意。他似乎不是纯粹的人族，而是魔狼半人族的半人。没错，的确是魔狼半人。你看他的眼睛，简直就像狼的眼睛一样，竟然是淡淡的血红色。表弟，3年不见了，真是让表哥十分想念啊！表弟，你难道连表哥都不认识了？的确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黄极武斗场中遇到。九弟，不要和林晨玉走得太近，此人品行不端，心术不正，阴险狡诈，不宜结交。九郡主当着林某的面说林某的坏话，这样不太好吧？这就是王族郡主的教养。好厉害的修为，至少达到了玄极境后期，甚至更强。夺命剑客嘛，我韩府来会一会你。也不知道韩府能够接得住他几剑。若是韩府能够接得住他的第1剑，不信；若是接不住第1剑，恐怕也是死路一条。居然真的只用了1剑，我连他怎么出剑都没有看清，只看见一道剑影闪过去。他是用的是什么品级的剑法？太快了，根本看不清他出剑。九弟，你能接住他1剑吗？他的剑的确很快，却也有致命的破绽，别人看不出来，我却能看出来。当然，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他出剑的速度那么快，就算有破绽，也能用速度来弥补。若是在1个月之前，还真不好说。至于现在，凌霄剑，我完成了对你的承诺，连赢4场，1场也没有输。阿乐，
以你如此强大的天赋，肯定会有很多大势力想要拉拢你，你又何必要留在林家做一个下人？阿勒资源永远收服在令萧杰的身边，别无他求。表哥，你修炼的也是剑，若是你和阿乐交手，你能接住阿乐几剑呢？有人愿意守护你，你便好好珍惜吧。他不是已经成为皇榜武者，怎么又登上了战台？难道……咦，有点意思。阿乐嫂爷有什么吩咐？好好的看着站台上的那个少年，他可是宁山的追求者之一，待会说不定还要你出手将他杀死，有把握吗？在我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活人，一种是死人，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你要第一个挑战我？当然，难道你害怕第一场就站台？与我交手，你不用剑，暂时还不用出剑。竟然敢轻视本公子，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星火流萤。你的修为怎么变强了这么多？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越来越有意思了。接下来的6场战斗，挑战张阿追的人分别是6位皇榜武者。张阿追用出第2招，连败7位皇榜武者，而且全部都是一招击败，也太可怕了。才过去1个多月，九王子的修为又达到何等恐怖的境地了！武学奇才，果然不能用常理看待。九王子太帅了，若是能够嫁给他，做他的王子妃，就算少活10年，我也愿意。九王子殿下何等天骄人物，怎么可能看得上你？九王子殿下不仅长得好看，天赋异禀，而且还总是彬彬有礼的样子，对每一个对手都十分礼貌。像他这样不骄不傲的人杰，就算是待在他身边做一个侍女，我也愿意。阿乐，该你出手了。死！嘿嘿，小家伙，你先在下面待着，让老夫先来会一会九王子殿下。老夫水问心前来领教九王子殿下的高招，九王子殿下面对老夫，不知道会不会用剑呢？皇榜第3，水问心，他居然在王城。若不是身有暗伤，以他的天赋，估计早就已经是第几境的强者了。这下有看头了，九王子想要击败他，估计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辈使用的是什么兵器？哈哈，老夫从来不用兵器，手和脚就是最好的兵器。既然如此，那晚辈也不用兵器。九王子，你可不要拖大，老夫常年已满受血液，一旦要炼体，虽然是黄极境大圆满的修为，却已经可以爆发出72牛的力量。在黄极境比拳脚，没有人可以接住老夫3拳，就算是皇榜第1和第2，那2人也接不住。没关系，我比前辈要年轻得多，力量未必不如前辈。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可要小心了。我刚才那一拳至少也有56牛的力量，居然被他轻描淡写的接住，反而将我击退。难怪他敢与我比拳脚，他若是用出全力，估计也能爆发出70牛以上的力量。厉害，小小年纪力量比老夫还要强大。若是你能接住老夫的这一招，那皇榜第1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金刚神拳，水问心居然修炼成了一招金刚神拳，使用出这一招，恐怕就算是皇榜第1黑长姬，也不是他的对手。水问心在没有修炼0级武技之前，就不比黑长姬弱多少。黑长姬也只有施展出0级下品的无常剑法，才能略胜他一招。现在水问心修炼了金刚神拳，爆发力更强，要胜黑长姬已经不是难事。若是九王子击败了水问心，岂不就是说九王子就是皇榜第1？水问心连0级武技都施展出来，肯定是有必胜的信心，九王子是不可能有取胜的机会。九王子的确和水问心还有一些差距，看来不用阿乐出手了。烈火金刚，蛮象实地。